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医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药物、新疗法、新技术不断出现，可我们身边确诊癌症的人却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医疗水平越来越高，为什么癌症的发病率还是居高不下？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绝大多数癌症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症状，不会疼痛，不会乏力，也不会让人突然消瘦。等到身体出现明显异常感受时，病情往往已经进展到中晚期。这个阶段不仅治疗难度大幅增加，治愈率明显下降，患者还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同时承担沉重的经济压力，整个家庭都会被拖入困境。所以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人到40岁只需要做好一件能真正保命的事情，那就是主动完成规范、专业的防癌筛查。千万不要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才去检查，更不要拖到病情严重、治疗效果极差的时候才追悔莫及。防癌筛查的核心意义，从来不是在生病以后寻找病因，而是在我们完全没有症状、自我感觉非常健康的时候，主动排查身体里的潜在风险，在癌变发生之前就及时阻断，把重大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今天我结合全球权威医学指南、临床公认的筛查标准，把适合中年人群的完整防癌筛查方案，完整、详细、清晰地讲给大家听。我只讲真正有效、有充分医学证据支撑，能够切实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项目。那些噱头大于实用、价格昂贵却没有实际意义的体检项目，我一概不会提及。本期内容实用性极强，大家下次去医院体检挑选项目时可以直接对照参考，也可以保存下来，转发给身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让更多人避开体检误区，守住健康底线。为什么我反复强调40岁这个年龄节点？因为40岁是人体健康的关键分水岭。跨过这个年纪，身体各项机能开始逐步衰退，细胞突变的风险、慢性疾病的发生率、恶性肿瘤的发病概率都会明显上升，很多致病隐患早已在体内潜伏，只是暂时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我们肉眼看不见，身体感受不到。这个时候及时做筛查，就是给身体排雷，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小病变发展成危及生命的重症。接下来我按照重要性优先级，逐一讲解6大核心防癌筛查项目，每一项都讲清楚适合人群、检查方式、开始年龄、复查周期以及高危人群的特殊注意事项。大家可以直接对照自身情况对号入座。排在所有筛查项目第一位的是肠镜检查，它的优先级远超其他项目，是所有人40岁以后必须完成的基础检查。肠镜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它不只是一项检查手段，更是能够直接干预、预防癌症发生的有效方式。在所有恶性肿瘤里，大肠癌是最有希望被完全阻断在萌芽阶段的癌症。临床数据明确显示，80%以上的大肠癌都是由肠道息肉慢慢演变而来的。从息肉出现到最终发生癌变，整个过程长达10年以上，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充足的干预时间。只要在息肉阶段通过肠镜发现并直接切除，就能从根源上杜绝肠癌发生，彻底规避这种恶性肿瘤带来的风险。近些年肠癌发病呈现非常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很多30-40岁的中年人就已经出现肠道息肉甚至早期癌变。所以40岁完成第一次肠镜筛查至关重要。如果首次检查结果完全正常，不需要每年复查，间隔5到10年再做一次即可。如果直系亲属中有大肠癌病史，筛查年龄需要提前，复查频率也要相应提高。此外，患有遗传性肠道疾病、长期慢性肠炎、肠息肉病史的人群必须严格遵从专科医生的方案，更早开始筛查，更频繁地进行随访，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第二项是女性必须做的乳腺筛查。乳腺癌长期位居中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首位，而且发病特点非常突出。和欧美女性相比，中国女性的乳腺癌发病年龄更早，发病高峰集中在40到45岁，比国外提前了将近10年。好在乳腺癌的预后效果非常好，只要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患者的5年生存率非常高。所以乳腺筛查是中年女性性价比最高、最不能省略的体检项目。目前国内医学界统一认可的权威指南推荐乳腺筛查的首选方式是乳腺镶靶，它能够清晰捕捉到极其微小、位置隐匿的早期乳腺病变，发现常规检查看不到的早期病灶。有一部分女性乳腺组织比较致密，单纯依靠3靶检查可能会遗漏微小病灶，这种情况可以搭配乳腺超声联合检查，两种方式互补，能够大幅提升早期病变的检出率。普通健康女性从40岁开始常规筛查，检查结果无异常的话，每1到2年复查1次即可。有乳腺癌家族遗传史、乳腺良性疾病、病史、月经初潮早或绝经晚的高危女性，需要提前筛查年龄，缩短复查间隔，必要时还需要完善乳腺磁共振检查。具体方案一定要听从乳腺专科医生的专业安排，不要自行决定。第3项是肺部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专门针对肺癌。肺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在于，早期和晚期的治疗效果、生存概率完全是天差地别。早期肺癌经过规范手术和综合治疗，治愈率很高，很多患者可以实现长期生存，甚至达到临床治愈。可一旦发展到晚期，癌细胞出现全身扩散和转移，治疗效果会急剧变差，生存时间大幅缩短，治疗代价也非常高。想要打赢肺癌这场硬仗，唯一的关键就是早发现、早诊断。很多人至今还在用胸部胸片做肺癌筛查，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严重误区。胸片的成像分辨率很低，肺部微小病灶容易被骨骼、纵隔等组织遮挡，很难发现早期肺结节，往往会错过最佳干预时机。目前全球公认的肺癌标准筛查方式是低剂量螺旋 CT， 它的辐射剂量极低，安全性高，能够清晰识别几毫米的肺部微小结节，不会遗漏早期风险。按照官方指南要求，长期吸烟、长期接触粉尘或有害化学物质、有肺癌家族史、高龄等高危人群需要每年定期检查。结合现在肺癌发病年轻化、不吸烟人群患病比例上升的现状，多数临床医生建议放宽筛查范围。身体健康的中年人40岁左右可以先做一次基础基线检查，结果无异常的话，间隔3到5年复查即可，不需要每年都做。即便检查发现肺部小结节，也不用过度恐慌，绝大多数微小结节都是良性病变，只需要按照医嘱定期随访观察，不需要过度治疗。第4项是宫颈癌筛查，被称为女性专属的性价比天花板，也是全球医学史上最成功、最成熟的癌症筛查项目。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方面检查方式便捷、无创、无痛苦，检测灵敏度和准确率都非常高。另一方面，宫颈癌的癌变过程非常缓慢，而且有明确有效的阻断手段。几乎所有宫颈癌都和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的持续感染相关。从病毒感染发展为恶性肿瘤，病程长达10几年甚至20多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通过医学手段及时干预阻断，完全可以实现提前预防，从根源上避免宫颈癌发生。常规宫颈癌筛查主要包含2个项目，分别是 HPV 病毒检测和宫颈液基细胞学 TCT 检查。HPV 检测排查病毒感染源头， TCT 检查观察宫颈细胞是否出现异常病变。两者结合使用，筛查准确率更高。根据国内诊疗共识，女性从25岁开始，
或者有性生活3年后就可以启动筛查。单纯做 TCT 检查，结果正常可每3年复查一次。HPV 检测或者2项联合检查全部正常，复查间隔可以延长到3到5年。如果常年规范筛查结果都正常，也没有其他高危因素，年满65岁以后就可以停止常规宫颈癌筛查。第5项是胃部筛查，对中国人来说，这项检查的重要性远超其他国家人群。我国成年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居高不下，而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也是诱发胃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胃部筛查第一步可以做碳13或碳14呼气试验，只需要吹气就能完成检测，操作简单，无痛苦，准确率高。一旦确诊感染，建议及时进行规范根除治疗。临床研究证实，尽早根除幽门螺杆菌能够直接降低近40%的胃癌发病风险。但呼气试验只能检测是否感染病菌，无法判断胃黏膜的病变情况。真正筛查胃癌的核心项目是胃镜，建议所有中年人在40岁完成第1次胃镜检查，结果无异常可间隔3到5年复查。如果检查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必须缩短复查间隔，密切随访，在医生指导下及时干预治疗，避免进展为胃癌。第6项是前列腺筛查，专为男性设计，但不建议所有男性盲目做，需要结合自身情况按需选择。这项检查方式很简单，抽血检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 PSA 即可，费用低，无创伤，方便快捷。但前列腺筛查有明显局限性，容易造成过度检查和过度诊疗，部分前列腺癌进展速度极慢，属于惰性癌症，终身都不会危害身体健康，也不会影响寿命。如果强行筛查、过度确诊，后续不必要的穿刺、手术等治疗，反而会给身体带来损伤，还会让人长期处于焦虑情绪中，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结合各大国际指南建议，仅推荐55到69岁的男性在充分了解筛查利弊后，和专科医生沟通评估，再决定是否检查。年龄超过70岁的男性不再建议进行常规前列腺癌筛查，避免过度医疗带来的负面影响。讲完6大核心筛查项目，最后我必须帮大家澄清几个关键的健康误区。这些误区很多人都在犯，一定要记牢。首先，防癌筛查的真正意义不是为了查出癌症，而是为了降低癌症死亡率，在癌变之前及时阻断，避免发展成晚期重症。其次，不是所有癌症都适合普通人群常规筛查。如果一项检查无法改善预后，无法降低死亡风险，只会查出微小隐患，制造不必要的焦虑，就没有常规筛查的必要。比如甲状腺癌、胰腺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对于没有高危因素、身体没有症状的普通人群，目前没有安全、便捷、能明确降低死亡率的通用筛查方案。不需要盲目花钱检查。很多人一直疑惑的肿瘤标志物，我也给大家统一说明，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上并非毫无用处，它多用于癌症患者术后复查、病情监测、疗效评估以及辅助诊断参考，但完全不适合作为普通健康人群的日常防癌主力筛查。这项指标非常容易受炎症、良性疾病、身体状态、生理期、肝肾功能、代谢等多种因素干扰，结果偏差很大。指标正常不代表没有癌症病，指标升高也不代表一定患癌。一旦数值出现轻微异常，只会让人无故紧张、寝食难安，带来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即便有人坚持检查，也只能作为辅助参考，最终确诊依然要依靠我前面讲到的各类专项精准检查。总而言之，普通人做防癌体检从来不是项目做得越多越好，也不是价格越贵越好，选对项目、精准筛查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
人到40岁，大多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上要赡养年迈父母，下要抚育未成年子女，常年奔波忙碌，整日为家人操劳，却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身体硬朗，没有不舒服就不用检查，一次次把体检往后拖，殊不知对家人最好的负责，不是一味的拼命付出，而是懂得爱惜自己，守住自身健康，在隐患尚未成型时主动排查，在癌变萌芽阶段及时阻断，才是给自己、给整个家庭最踏实、最可靠的保障。好了，今天的健康科普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重视防癌筛查，把健康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从今天开始，远离健康误区，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幸福。本视频内容仅为健康科普参考，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建议或治疗方案。如果大家有具体的健康问题、身体不适或筛查需求，请务必前往正规医院，咨询专业的临床医生，在医生指导下完成检查和干预。咱们下期再见。